Hello， 大家好，我是蚁王啊。这次来上手评测一下来自惠普的旗舰级游戏本《暗影精灵7 Plus》中搭载了 i7-1180H CPU 加3080显卡的版本。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惠普发布了欧盟暗影精灵系列的新成员7 Plus 游戏本啊。最近我也收到了这台机器的送测。其实一开始我对这台机器的兴趣不是那么的大啊，然后在查了一下资料之后，我突然发现啊，这台机器是最便宜的搭载旗舰级移动 GPU 3080的笔记本之一。 而且它上面装的还是16G 显存版本的3080啊，官方还宣称是165瓦满血的。要知道某些品牌2-3万的本子配的都还是8G 显存的啊，于是这一台暗影精灵7 Plus 瞬间就变得香了起来。啊，关键就在于这么便宜的情况下，会不会有散热等部件缩水或者什么不足的情况呢？ 另外，这台机器上的处理器是 Intel 最近推出的11代移动 CPU 的 H45 高性能版本，8核16线程的 i7-1180H 处理器。H45 发布之前的11代笔记本处理器只有4核8线程啊，这次正好也来看一下比之前同定位的10代 CPU 能强多少。 啊，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惠普这一台暗影精灵7 Plus 是一台17.3英寸屏幕的笔记本，我收到了这一台的细分型号是 CK0005XX 啊，具体配置可以看一下这个表格啊。除 CPU 和显卡之外，这台机器还配备了32G 双通道 DDR4 内存和1TB 的 PCIe 4.0固态，显示器是2K 165赫兹的，可以说非常的水桶啊，基本没有什么瓶颈了。 外观方面，暗影精灵7 Plus 跟上一代产品6 Plus 不同，看起来更加的方正，感觉放在办公室摸鱼也不会被人发现。京东上面给出的厚度是2.7公分，我们量了一下，除开脚垫最薄1.6，最厚2.7，完全没有问题，毕竟机箱外面的部分不算体积嘛。 刚拿到手的时候，发现这台机器的 logo 跟我记忆里面的好像不太一样啊。去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从上一代的暗影精灵6开始 ，logo 就从浣熊脸或者说武士面具脸换成了带有渐变色的菱形方块和欧盟字体。原来这么简单的图形也能注册成功的吗？屏幕转轴实侧可以单手打开，不错啊。但不知道是我这一台样机的个例还是别的原因，转轴稳定性不是很好，会比较容易晃动。 转过来看一下 B 面的屏幕，17.3英寸，3面窄边框的设计，下巴大概2指宽。屏幕上方正中央是一个720P 摄像头。在窄边框屏幕设计的笔记本中，很多厂家要么去掉了摄像头，要么放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而惠普这边有保留下来这一个经典好用的设计，这一点要好评。屏幕分辨率为2560×1440，165赫兹的刷新率，3毫秒的响应时间，分辨率和刷新率都有兼顾，可以满足不同游戏玩家的需求。 屏幕材质为 IPS300尼特亮度，支持 DC 调光，还带有莱茵护眼认证。这块京东方的屏幕实测色域容积是100%的 sRGB 啊，色域覆盖为96.7%的 sRGB。考虑到 Windows 对广色域的支持情况非常蛋疼啊，针对 sRGB 优化其实是一个符合日常使用的选择。这块面板校色前最大 Delta 为 4.94啊，校色后就变成了 4.07啊，蓝色方面缺了一点点。 要求不高的图像处理工作可以胜任啊，专业使用的话，可能还是要外接显示屏。接下来看看机器的下半身 ，C 面占地面积最大的是光轴的机械键盘啊，对，连笔记本都有了，全键无冲1.7毫米的键程，支持单键 RGB 灯效调节。个人感觉虽然没有独立键盘上完整键程版的轻轴那么清脆爽快，但是对比薄膜键盘提升还是挺明显的。考虑到按键手感这东西比较玄学，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的，可以到实体店上手玩一下。 不过，暗影精灵7 Plus 去掉了数字小键盘，并没有采用全键盘的设计，而把这个空间留给了6个可编程的红按键啊，并加大了各个键位之间的距离啊。这个设计只能说还是看每个人的喜好和使用习惯吧。机器的电源开关键被放到了删除键的附近，好在它短按没有任何反应，长按才会进入待机啊，不会出现你在撸啊撸中开开心心的抢着兵线骂着队友啊，突然间顿一下游戏就没了的情况。 键盘的右上角是几个常用的功能按键，其中那个画着暗影精灵 logo 的，可以一键打开暗影精灵系列自带的欧盟 Gaming Hub， 方便你实时监控和调整电脑的性能参数。顺带提，暗影精灵7 Plus 直接在这个软件中就可以切换独显直连和和弦转发模式，不需要重启，也不需要到 BIOS 里调整，比起以前的游戏本方便了很多。 过来，触摸板响应很灵敏，支持 Windows 10的多点触控手势啊，尺寸据说相比上一代增加了40%。从网上找到的图片来看，的确大了一些。键盘正上方的孔，一开始我以为是音响，后来发现它们既不是音响，也不是散热孔，只是一排图案装饰而已，可能还藏着麦克风。再翻过来看笔记本的第一面，这一面就比较的简单了啊，非常粗犷的面积巨大的矩形加条栅的散热孔设计。 脚垫把机器垫高了之后，可以有效的提高进风量，增强笔记本的散热性能。不过也要求用户比较勤劳的清灰和除毛。
真正的喇叭在下方左右2个角，最大音量输出70多，接近80分贝。得益于宽大的机身，音质比轻薄本强了不少，甚至好于一些便宜的显示器自带的音箱当然跟独立的音箱和耳机肯定还是比不了的。接着看一下机身侧边的接口，整体不管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比较丰富的。有一些接口你可能用不上，但万一用得上的时候就要额外再吊这个 hub 了。其中 HDMI 是最新的 2.1 版本，同时还有最新的雷电4接口，可以用来连接各种高端的扩展设备。这个雷电4和旁边的 USB Type A 都支持机器睡眠的时候给其他设备充电，让这台笔记本在紧急的时候可以化身为特大号的充电宝。机身上的几个 USB Type A 接口都是黑色的，让人分不清版本不过转念一想，就算它区分了颜色，我也还是看不出它是 USB 3.几。机器的 ABD 面都采用了细磨砂质感的涂层，摸起来很舒服，像是男同桌略微有一些粗糙的大腿，就是比较容易留下油质和汗渍需要时不时清理一下。同时这3面的材质都是塑料的，只有 C 面是金属。最后我们称了一下手里这一台暗影707 Plus 2.89公斤，基本上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群的便携需求虽然不是特别的轻薄，但还是可以带出门的，前提是你不带上这个东西。这台是树莓派 4B 搭载了 ARM 架构64位4核心处理器。这台是戴尔7070 UFF 电脑主机，搭载了8代 i7 处理器。这台是苹果 Mac Mini 2020，搭载了 ARM 架构的 M1 处理器。而这一台是暗影707 Plus 的电源适配器，不含任何处理器，只是个电源。这个电源适配器有着超过笔记本本体1/3的重量，达到了 1.2 公斤不过它能够提供330瓦的供电输出，也算是对得起它的块头了，让笔记本可以完全释放性能，而不用考虑电源的功率不足。总的来说，暗影707 Plus 更适合平常更多是放着使用，但时不时要挪一下的场合，比如大学生。说完了外观，来跑跑测试，看看性能表现如何吧。拆解在后面有的。我们这次收到的暗影707 Plus 搭载了第11代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型号为 i7-1180H， 使用的是英特尔最新的10纳米工艺。好像已经改名叫 Intel 7了。8核16线程 24M 的3级缓存，最高睿频 4.6 GHz。作为参考，我们从 S Plus Tech 那里借来了一台搭载10代酷睿 i7-10875H 和3070的笔记本机械革命泰坦 Plus， 内存也是2条16G 组成双通道只不过受到 CPU 的限制，频率会低一点点。10875H 和11800H 同样是8核16线程的 i7 CPU正好可以来看一看新的10纳米 H45 处理器对比规格相近的上一代14纳米标压处理器能强多少，以及顺便看一下旗舰笔记本 GPU 3080和次旗舰3070的差距，看一看哪个更值得入手。另外，在暗影精灵的性能调控软件 Omen Gaming Hub 中有2个模式一个是偏向日常使用和静音的平衡模式，另外一个是全面释放性能并加强散热的狂暴模式。2个模式下的性能表现，我们这次都会测试到。独显则是设置到直连模式，而泰坦 Plus 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跑了狂飙模式加极致风冷，也就是起飞模式的成绩独显同样是设置到直连。那么先来看一下老朋友 Cinebench 的成绩吧，在比较新的220和223中 ，11800H 对比10875H 提升非常的显著。暗影707 Plus 上的11800H 在平衡模式下，多核性能就已经比开了起飞模式的泰坦 Plus 上的10875H 强了约13%7 Plus 开一个狂暴模式，额外再强了约20%，合计领先了超过30%。至于单核层级，暗影707 Plus 在平衡模式下就已经强了约15%因为单核吃的功耗比较少，发热也不高，所以狂暴模式下单核层级也差不多。通过 iDRS 监控可以看到，暗影707 Plus 在狂暴模式下跑223多核测试时 ，CPU 功耗稳定在100瓦这样，而起飞模式的泰坦 Plus 刚开始测试时为110瓦，之后逐步降到90多，平均也是在100瓦左右。11800H 对比上一代在能耗比方面的提升真的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们分别在2种模式下用脚本让暗影707 Plus 连续不停地跑了10次的223，平衡模式下从第2次开始保持稳定，比初次的最高成绩只低了100分不到，而狂暴模式稳定之后的成绩下降幅度还少一点总体性能释放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是最好玩的游戏 Sunny Mark， 暗影707 Plus 这边的 CPU 物理分在2种模式下非常接近，可能是多核优化没有到位的原因。
显卡这边，暗影机灵7 Plus 的3080在平衡模式下，比泰坦 Plus 上的3070强了约8%。7 Plus 狂妄模式下得分又比平衡模式再高了约8%，合计超过15%了。泰坦 Plus 上的3070，我们和其他品牌的笔记本进行过对照，算是中上水平。PLR 光追测试中3080的提升还会高一点同样起飞模式的话能强出18%算下来笔记本3080和3070的理论性能差距跟库塔数量的差距还算接近这个提升还是比较显著的。过来是专业软件测试 Spec Workstation CPU 测试项目中，可能是因为测试时间较长的原因，平衡模式下1180H 的提升没有这么大只有是单核的 7zip 项目中得分比较高一点当然这可是平衡模式打隔壁起飞模式，静音和节能情况以及整体使用体验是不同的。而同样起飞模式下1180H 提升就比较明显，在 Handbrake 视频转码中更是高出了接近30%11代酷睿处理器在专业领域的提升也是非常之大的。而 GPU 这一块，除了底下的2个纯理论运算，专业软件中移动版3080都有着一定的提升幅度和软件相关5%到10%几不等。然后是 PC Mark 时现代办公的性能测试可能是因为这些项目跑起来不需要太多功耗的原因，暗影机灵7 Plus 在2种模式下的成绩差别不大，狂妄模式只高了不到100分对比 10875H 加3070的笔记本提升也不算多。PC Mark 时的评分标准我不太熟估计他也是觉得8核 i7 加3070的笔记本办个工还是非常轻松的吧。测试完了理论性能，我们也跑了几款常见的游戏，看一看实际的使用表现。首先依旧是性感的劳拉小姐姐开了能吃满显卡的 2K 最高预设，狂妄模式下直接突破了100帧体验还是非常流畅的。同样起飞模式的3080比3070强了10%再多一丢丢因为这款游戏主要是显卡，整体功率要求比较高，所以狂妄模式对比平衡模式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2K 分辨率极高预设下的全面战争三国，暗影机灵7 Plus 平衡模式下平均帧就刚刚好在60帧左右，而狂妄模式增加的帧数不是很多，直接开平衡模式就比较舒服了。过来是老朋友吃鸡1080p 3G 电竞设置这个模式比较吃 CPU 单核性能和内存带宽实测下来平衡模式反倒比狂妄模式高几帧仔细看可以发现 GPU 占用都不满，而平衡模式下 CPU 的功率还高一点。可能平衡模式的电源管理策略是显卡占用不高时优先照顾 CPU， 而狂妄模式则是优先照顾显卡，所以玩吃鸡的话也是开平衡就可以了，还能静音一点。这个设置下平均帧也有160以上，暗影机灵7 Plus 的屏幕是支持 G-Sync 的，画面显示可以说是非常顺滑了。接下来的 CSGO 用了1080p 自动设置基本就是全高了这个项目主要是考验 CPU 的单核性能因为 CPU 占用低，功耗不高，显卡也吃得不多所以暗影机灵7 Plus 2种模式下帧数是比较接近的。关于暗影机灵7 Plus 的显卡性能释放这块，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老黄在推出20系移动显卡的时候，加入了 Dynamic Boost 功能，也叫 PPAB。简单来说，就是当 CPU 功率在45瓦以下的时候，不足45瓦的那部分会让给显卡，让显卡实现更高的 boost 频率，获得更好的图形性能。毕竟整台机器的总功率是有上限的，这种动态加速的工作机制可以更好的应对不同的软件和游戏。经过测试，我们发现，当暗影机灵7 Plus 的 CPU 功率达到45瓦及以上的时候，显卡的功率基本稳定在140瓦出头。我们试了几款游戏以及烤机都是这个情况这个功耗可以算作暗影机灵7 Plus 的显卡基础功率。当我们手动将 CPU 功率限制到30瓦以下的时候，显卡的功率会动态上到150瓦以上，160瓦以上也经常会有甚至偶尔还能到170。也就是说，官方说的那个显卡最高可达165瓦，在描述上没有问题，就是日常使用中想出现这个状态有一些条件限制。对于一些不太吃 CPU 的游戏，这样手动限制了 CPU 功耗之后反而可以让显卡放开手脚工作，获得更高的帧数算是另类的小技巧吧。毕竟是跨厂家的硬件功率调度 ，CPU 和显卡动态调整功率的工作方式，在核显笔记本上面已经出来了很久了。当然，在独显笔记本上面采用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还不太够聪明不知道传说中的 Intel DG2 高性能独显出来之后，都是一家的产品，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看完游戏，再来看一下暗影机灵7 Plus 的散热表现。平衡模式下，游戏20分钟之后 ，CPU 和 GPU 的温度稳定在80度左右，游戏本来说算非常凉快了。风扇噪音为45分贝实际听起来声音也不算大。笔记本最热的地方可以去到47度，主要是在屁股的出风处。键盘中间是41度WASD 区域更低，摸起来只会有一点温热的感觉，掌托更是只有30多度，铁板熊掌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平衡模式双烤20分钟之后 ，CPU 温度上到了90度，显卡还是80左右，依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转轴出风处上到了50来度，但是键盘这一块依然是比较舒适的。
接下来换到狂妄模式，游戏时整机输入功率提升到230瓦，20分钟后硬件温度跟平衡模式时差不多啊，这个散热表现还是不错的。这个状态下，机器外壳的温度反而比平衡模式低了几度 ，WASD 区域更是只有32度啊，甚至可以叫做凉快了，噪音54分贝，游戏本起飞模式的常规水平。然后是双烤状态 ，CPU 温度提高到了95度，功耗维持在58瓦，显卡温度80度，功耗在140瓦上下徘徊，总的功耗释放和散热表现都不错啊，就是感觉偏向 CPU 多了一点啊。显卡这边的散热性能明明还有不少空间的。后来厂家那边给了回复，他们说会在近期更新 BIOS， 解决因为 NVIDIA PPAB 机制导致在双烤中 CPU 倒吸功耗啊 GPU TGP 无法达到标称150瓦的问题。如果这个补丁也能实际提高游戏体验的话，那是大大的好。经过了烤机测试之后，我开始好奇惠普是用的什么散热器压制住了8核16线程的 i7 和最高165瓦的3080啊，所以就让我们来开机看一下吧。拧下地面的十字螺丝，再用吸盘轻轻扯几下，就可以轻松打开后盖啊。这个拆解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弄到卡扣啊，这个真的要好评。打开之后，首先看到就是这个外观做的意外好看的散热片加双风扇4热管的散热模块啊，其中显卡和 CPU 共用2根热管，显卡自己外面独占1根，底下还有1根给显存专用的啊。对，没错，总共就这么多热管，散热表现却意外的不错。风扇的扇叶非常的密集，根据惠普那边的说法，是从上一代的47片增加到了83片，提供更大的进风量的同时，也减少了风噪的影响，使用起来也会更加的静音。散热模块下方是双笔记本 DDR4 的插槽，插着2根三星的 DDR4 16G 3200内存，这是最大单根64G 的条子啊。说起来，这样的内存发售了吗？当然，暗金07 Plus 自带的32G 内存，其实日常使用也非常足够了。内存右边的邻居是一根覆盖在同散热片下和内存相同品牌的三星 PM9A1 1TB PCIe 4.0固态，最大读取速度接近7个G啊。如果这个性能也瓶颈的话，在笔记本电脑上面也比较难找到更好的方案了。内存的左边则是英特尔的 AX210 网卡，支持蓝牙 5.2 和新到要你买6000块的路由器才能使用的 WiFi 6E 标准。在左边是一个 NVMe 协议的 M.2 固态插槽，是 PCIe 3.0/4速率的啊，方便用户自己拓展。最下边长长黑黑粗粗的是暗眼精灵7 Plus 的电池，从上一代的70瓦时升级到了83瓦时啊 PC Mark 时现在办公续航成绩为2个小时，不同的性能模式下成绩都差不多啊，毕竟是高性能的笔记本，这个表现算是正常的，而且电池的输出还不足以带动 CPU 加显卡全力工作。这种笔记本的电池都是应急使用的，要长时间或者高性能工作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插着充电器。总的来说，内部结构清晰整洁，日后想要自己升级配置也非常方便，不错。那么终于来到总结时间了。对于一台旗舰级别的游戏本来说，惠普暗眼精灵7 Plus 的表现无疑是对得起它的定位的。从设计上来说，各个方面也没有什么明显短板，无论是工作还是打游戏啊，这台暗眼精灵7 Plus 都能够良好的胜任。就是充电器能小上一点就好了啊，可能是考虑到峰值功率以及雷电和 USB 接口的输出才配这么大的电源吧。而终于摆脱了14纳米加的11代酷睿 H45 处理器啊，对比上一代在理论性能和能耗比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而且还带来了最新的 PCIe 4.0 技术啊，这一波升级还是非常实在的。不过换到显卡这边，笔记本3080对比3070确实是有提升的，但是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我觉得暗眼精灵7 Plus 的3070版本还是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啊，价格比3080的版本要便宜不少。而对于追求更高的游戏体验或者专业工作想要有最好的显卡性能，同时又有移动需求的用户来说啊，这台3080版本的暗眼精灵7 Plus 就还是比较合适的，特别是它还是配的16G 显存，非常适合吃显存的专业应用。当然，今年笔记本缺货的问题，大家应该也是屡见不鲜了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还是尽快下手会比较好。OK， 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新观众要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